今年2023年买房的人下场是什么？人生有的是赚钱的机会，不要后悔自己的选择。钱不断的贬值，投资房地产是否比较容易保存钱的价值？大家好，我是小李子。每个人其实都想赚钱，但大家有思考过，倘若你把钱赚回来了，未来又该如何做呢？钱对于我们来说，背后代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的太祖父及祖父那一代，有创业建立的财富，也有经历农地变建地的时期，但为何不容易流传到我们这世代呢？以至于后代的人还在为赚钱这些事情烦恼。你可有想过，其实先人们他们都是有赚到钱的，原因就是钱是会贬值的，因为这个世界会有通货膨胀，进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虽然在市场不断的竞争下，薪水也有跟着提升，而有了钱之后就会去进行消费，但大家应该都有发现，住家附近的鸡腿便当也跟着涨价。以前50元的切仔面，现在价格也涨到100元了。科技是会不断进步的，故通货膨胀这个问题也不会解决。像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断的印钞，让钱变得更加不值钱了。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要如何防止手上的钱贬值。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先前在影片中有提到的5个投资理财的好方法中，帮你提早财富自由的方法之一，就是运用银行低利率极好的负债来投资房地产。近年来，美联储升息，大家以为房价会崩跌，但美联储到底会不会没有期限的升息呢？全世界负债最多钱的就是美国，大约有30万亿美元，每升1%利息就要多还美元3000亿。大家认为升息是为了打击通货膨胀，但结果发现，升息打击通膨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式，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中美贸易战，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关税，再加上乌俄战争，商品和能源短缺，理当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减低关税或刺激进口，但美联储却选择升息，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阴谋论。大家认真思考看看，房地产真的会崩盘吗？后代子孙们是否也会经历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事？大部分投资人最喜欢的就是房价下跌的时机，每次房价涨到一定的高点时，就会呈现缓涨或再跌至低点，这称为回调，但不是崩盘。很多人也会笑说，如果你在高点这时机买了房怎么办？万一跌到低点再卖的话，就亏钱了，然后就说你会被割韭菜。但如果你有做功课，了解房地产的游戏规则，你就会知道房价长期以来整个趋势其实是往上发展的，在这过程中它是有周期性的，并不会直线的涨上去，而是涨到高点的时候就会再回调到低点。例如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2016年的房地产寒冬，或在2020年的疫情发生时，大家都会看见房价下跌到了低点。很多人在这时间就会一直告诉你房价要下跌了，然后大家就很恐慌，便把房子卖了。结果你发现你在低点刚把房子卖掉之时，全世界的国家就会开始刺激经济，不断的印钞，这时房价就会直接反弹，涨幅甚至都超越以往的高点。所以有些人就会很喜欢美联储升息，因为房价就会下来。而如果今天美联储突然说要降息了，是否那些本来想要卖房的人马上就不卖了，或喊价就会喊很高，或是屋主就会惜售等，这些行为就会出现。而想要买房的人看见降息，就会一窝蜂的冲去跟买，在最后阶段入场抢买。这种情形下，供给变少，需求变大，造成供不应求，房市价格就大力反弹。几乎每次都是这样，因为房价跑很快，历史告诉我们，房价回调的周期都不会太久，大约5年左右。所以请大家记得，买房最重要的心法就是投资。投资并不是投机，投机是短期的，投资是中长期的。你买房之前就要打算持有5年以上，这是比较稳健的做法。因为对于投资人来说，比较不会去频繁的买卖房子，因为要缴税，买卖的成本颇高，不是今天买了明天立马卖掉，税大约就要缴纳100万，这时候是亏钱的。所以不会建议房子去炒波段
和吵架差，投机通常可以去学玩股票，但不是房子。请大家记得，你若是投资者，不要轻易的被市场噪音所干扰，因为你已事先了解整个房价的历史趋势，也很清楚长期以来曲线都是向上发展的。趁现在若有房价调整幅度，那就可以买入这些被低估的房地产。很多周遭的亲人朋友，无论是自住的或投资的人，都已利用这段时间购置买入这些被低估的房地产。很多新建案也跟着玩销。依历史经验，很多人都认为升息最多只会维持到今年2023年底，而最近美联储也在新闻上预告，预计明年2024年开始即会有降息的动作。另外，在之前影片5个投资理财的好方法也有说明，就是把我们从投资理财或储蓄存到的钱拿去投资房地产，让它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但买房子最大的问题不是升息，也不是经济景气差，而是没有钱在手上。大部分的人都想独立拥有自己的家庭或小窝，就搬出去住，每月的薪水就会有一半或1/3要拿去租房子缴房租，再扣掉生活费车资，剩下能存的钱，倘若又出去几次旅行也就没了。而生活费还会因为通货膨胀不断的增加支出，但工作调薪加薪的幅度却跟不上物价的飞涨。很多人还是没有帮自己创造被动收入，虽然有工作，但只是帮公司和企业赚钱，从未真正的替自己赚取额外的收入。大家认为创造被动收入是一件很困难或高风险的事，可能是因为身边没有人有投资理财的经验或创立副业斜杠的观念，故无法复制别人的成功。其实这些都是个人可以学习和付诸实践的。当今这个时代，资讯四通八达，投资房地产真正赚钱的方法，就好比是你在养一只会生鸡蛋的母鸡，但不用把母鸡杀掉。有些人会思考，如果房子不卖，就是纸上富贵，但若把家当全部都投资到房子，万一家庭有状况，那怎么办？建议你可以透过金融资讯来估算，假设你自住1000万的房子，你就能跟银行抵押贷款约600万的款项。若有一天房子升值到2000万，你就能用房子去贷款更多的成数和金额，这些钱就算不小心花掉，但房子还在，因为房子本身就是资产及现金。假设你只有纯粹储存现金，那花掉才是什么都没有了。故只要你能按时缴交银行贷款，就不要太担心风险。其实有些人卖房子是为了改善生活，建议你可以卖掉鸡蛋，但是不要杀母鸡，因为好的房子这只母鸡会继续长大，还能帮你生更多的鸡蛋。像你若现在把房子抵押出去换了现金，这只母鸡的所有产权还是你的。等过了几年后，房价反弹了，你养的母鸡就会更加值钱，就可以帮你生出更多的鸡蛋，也代表你能用房子抵押出更多的钱。对于投资人来说，通常只会拿这些鸡蛋去换更多的母鸡，而不是拿去吃掉。也就是说，我们会拿房子升值后抵押出来的钱去作为其他房子的头期款，再去投资更多的房子。而这只母鸡还有其他的作用或方法，例如出租给人收取房租，帮你创造被动收入，以及帮家庭换得一份未来的财富保障。有些人说卖房子是败家的行为，除非换房搬迁，不然建议大家还是要爱护自己的母鸡。另外，投资房地产是为了享受都市发展所带来的便利及红利。很多人会问：一、应该买哪个地点的房子？2、应该买哪个地段的房子？3、应该如何筹措买房资金？如果你是在偏远的、落后的地方买房的话，那么未来怎么买都是错的。建议买房和看房要看生活机能好的都市或学区或有建设前景的大城市，因为只有大城市才会有购买中古屋的需求，这样才会带来大量的中古屋交易。因若随便选一个地点就买新房子，其实是赚不到钱的。大家可以看见，在经济好的时候，蛋壳区比较偏远的地区，它的房价其实也是有在涨，但涨了之后，你可能很难卖出去，因为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盖新房子。那么想要买房的人，
会去买新房子，还是去偏远地区买你的中古屋？想当然是选新房子。每个人天生都喜欢新事物，喜欢住新房子，也喜欢按自己的喜好来装潢、整修房屋。所以投资要做的是，就算我买一间中古屋，只要地点好，照样可保值，也很抢手。这才是我们房地产投资可以赚到钱的根本。可以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在开发及发展的大都市、大城市。因为这些核心地段已经很少有土地可以开发了，但大部分的人都想去最繁荣的都市淘金。今天如果让你选，你会选择在纽约、香港、台北，还是到柬埔寨置产工作定居？大部分的人应会选择纽约、香港、台北这些寸土寸金的地段。人生有很多时间，感觉我们都是在瞎忙，一生的努力也抵不过一次成功的资产配置。今天的生活就是你几年前所选择的结果，而你和家人10年后的生活，就是要看你现在的选择。没有房子并不会无法生存，但人应该要随时充实自我，学习新知，学会判断。倘若你看新闻，很多关于房地产的主题就是10年后房价会崩盘，有些人则会说房价涨得很不合理，这个泡沫随时会爆。而房市只要有回调的时候，这些人就会说马上要崩盘了，叫你要趁亏损时赶紧把房子卖掉止损。最后要说明的是，穷人的特点，心态本质上会较胆怯，因为新的事物意味着混沌不明，故会比较缺乏灵活性。富人的特点，若发现一个事实与理论的预测不符时，会随时准备调整策略。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判断事物好坏的逻辑和标准，故建议大家若想拥有财富，先试着调整以往自己没有赚到钱的观念，同时也要保有世界观，不要太封闭思想而去拒绝探知任何你未知的知识来源哦。